贾平凹，40岁以后，女人应该明白几个道理。女人的老去总会伴随着皱纹和渐渐缓慢的脚步，但她们到底是浑浑噩噩走到暮年，还是要优雅的接受岁月洗礼，却从不受年龄限制，而是取决于自身的努力。正如那句很经典的话，每个人都会变老，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变老。我们无法改变老去的结局，但可以在终点之前尽力活得灿烂一些。我们无法抑制外在的变化，却可以塑造更健康的心态，由内而外的感到幸福。当你活得强大又努力时，岁月将不会再侵吞你的魅力，反而会让你沉淀出独一无二的气质，在时间的长河中散发出更夺目的光芒。所以，不要害怕变老，我们应该学着应对时间，将老去转变为一种更优雅的生活方式，如此便可在变化的世界中拥有不变的幸福姿态。40岁女人的自我觉醒。一般来说，女人到了40岁便会明显感觉自己衰老了。在这期间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自怨自艾，而是要学着改变自己，及时调整生活方式。著名作家贾平凹在《暂坐》一书中，详细的剖析了中年女性的生活方式。该书的主体是以暂坐茶庄老板娘海若为中心的10几个姐妹，她们表面上有钱有颜，过着很多女人向往的生活，实际上内心腐烂，早已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迷失，到了中年以后，纷纷走向了下坡路。看到他们的故事，很多人才终于了解贾平凹写这本书的深意。他用这10几个女人的例子来警醒女性，希望我们能引以为戒，学会正确变老，把握好人生的风帆。从他的描写中可以看出，40岁以后，女人应该明白几个道理，唯有这样，才不会被岁月磨掉光芒。2. 不要假精致，而是应该注重内在的品质。很多女人年轻时会极其注意外表，衣服最好是名牌，照片最好是精修，连和家人在一起都必须要体面一点。然而，在她们华丽的外表下，是被不合身衣服所束缚的痛苦。精致的照片外，是一遍遍修图才能满足的不安感，连体面的生活背面也是一片狼藉。这正应了贾平凹在书中的一句话：那些看起来时尚高贵的女人，可能昂贵的挎包里塞满了揉成团的卫生纸，裙子下的内衬被洗得泛黄，精致的高跟鞋里的丝袜也早挂了丝。追求精致没有错，谁不想活得光鲜亮丽一点呢？但精致不等于追求外表，而是注重内在感受，最好做到外在和内在的统一。换言之，要发自内心的喜欢，并努力过着自己需要的高品质生活，而不是仅仅展示给别人看，却苦了自己。女人活得精致一点总是没错的，因为只有有质感的生活，才会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。但精致不等于华丽，而是一种取悦自己的态度。真正精致的女人不一定喝着红酒跳着舞，还可能只是喝着白开水唱着歌。只要自己喜欢，并能让内心和生活一起丰盈起来，那么一切就都会有意义。所以，到了中年以后，不要再追求那些虚假的精致了，时时刻刻要活给别人看，实在是太累了。还不如静下来问问自己想过怎样的生活，然后努力去实现。当你的内心足够丰富，生活足够真实，又能取悦自己时，生活才会变得有质感，那样的你才算是真精致。3. 要活得独立，最好是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。暂坐里的10几个女人几乎都实现了经济独立，有些人还手握10几套房产，成为了真正的富婆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们依旧活得很失败，因为自始至终，她们都没有独立的精神世界。比如英利后有钱，衣食无忧，但她不懂得如何继续赚钱，分不清黑白对错，最终在好友的欺骗下，差点赔光了家产。再比如夏字花是个模特，本来前途大好，可她只想依靠男人生存，之后毁了名声，也失去了支撑。这就是女人精神不独立的后果。只要没有精神不够成熟，那么她们的人生观、爱情观、是非观都会有残缺，她们无法分辨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，只会走向自以为的捷径，
最后被捷径上的坎坷绊倒。精神不独立的女人，不管再有钱，都无法避开人生的坑，这样的她们往往会过得很命苦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永远不要放弃独立，更不要放弃精神独立。只有精神独立了，你才能牢牢掌控住自己的人生，否则的话，你的人生始终拴在别人身上，别人将你抛下，你就会彻底坠入深渊。4. 别高估任何人，别忘了依靠自己。贾平凹在赞作后记中说，这篇文章是他根据个人经历改编而成。早年间，他家附近有一家茶馆，里面的老板娘年轻漂亮，又拥有着10几个要好的姐妹，她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，还合伙做了生意，看起来令人羡慕。然而不知为何，茶庄停业了，里面的10几个女人也不见踪影。恍惚间，一切好像全都变了模样，这不禁让贾平凹感叹，原来人生不过是一场暂坐，做完了，好多事情就变了，好多人也说再见了。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这本暂作，既弥补了茶庄远去的遗憾，也想用其中的故事向人们阐述世事无常的纷乱。书中10几个女人迎来盛世又走向衰败的故事，也让我们明白人生难有永恒，人会走，茶会凉，我们能守住的只有自己而已。人生就是一趟趟的旅行，有些人会陪你走一段路，有些人会在下一站下车。行到某处，你会发现身边只剩下了自己，但也不要太惊慌，因为这就是人生的常态。越早看清这个现实，学着不高估任何关系，你就越能坦然面对聚散离合，也能悟到靠自己的重要性。别人终会走，只有自己才是永恒的朋友。学着靠自己，才足以面对一切变化，后半生才能走得更稳一些。5. 40岁女人的新生活态度。女人40岁以后，没有了年轻的容貌，没有了充沛的体力，所以更应该及时调整自己，以全新的姿态迎接下一程。要记得，不要追求假精致，让自己舒服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不要忘记精神独立，如此你才能掌握人生。不要再高估任何关系，要学会靠自己。女人40岁以后，要将这几句忠告牢记于心，以免命苦。在暂作一书中，贾平凹还借用10几个女性的形象，详细的分析了女性所要修炼的其他内容。到了40岁，女人还要学习很多很多，读这本书就是不错的选择。这本书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的第2本城市题材小说，花一点钱读懂它，远比买化妆品更有意义。通过这本书，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中年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，从而更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。6. 总结：40岁是女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这个阶段的女人应该学会如何优雅的老去，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不变的幸福姿态。通过贾平凹的暂作一书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年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，从而更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。女人到了40岁，应该明白几个道理：不要追求假精致，而是注重内在的品质；要活得独立，最好是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；别高估任何人，别忘了依靠自己。这些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年女性，也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女性。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成长，女人可以在任何年龄段都保持自己的魅力和独立性，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贾平凹的暂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，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年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，从而更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。总之，女人40岁以后，应该学会如何优雅的老去，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不变的幸福姿态。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成长，女人可以在任何年龄段都保持自己的魅力和独立性，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贾平凹的暂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，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年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，从而更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。